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我干婚恋服务这么多年，见过的奇葩事儿多了去了。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特别劲爆的案例。先说这故事的主角吧，小陈，台湾台北人，家里条件不错，爸妈在台北有2套房，一套自住，一套收租，算不上大富大贵，但在台北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，能有这家底已经很可以了。小陈呢，在上海工作，认识了个大陆女友小丽，长得挺漂亮，性格也开朗。两人谈了1年后，决定见家长。这不，小丽跟着小陈回台北，第一次上门拜访，结果一开口就整出这么个大场面。那天小陈爸妈早早准备了一桌子菜，卤肉饭、鸡汤、炒青菜，台湾家常味十足。还特意问了小陈，小丽爱吃啥口味，怕她吃不惯台湾菜。结果人一进门，寒暄还没2句，小丽就笑眯眯的来了一句：“你家在台北有几套房啊？”哎呀，我的天！这问题一出，小陈全家人都懵了，筷子停在半空，气氛直接降到冰点。小陈妈妈愣了半天，才挤出一句：“有2套啦，一套自己住，一套租出去。”小丽一听，眼睛一亮，又追问：“那租金多少？够不够养我啊？”这下好了，小陈爸爸脸都绿了。小陈自己更是恨不得钻到桌子底下去。这事儿后来小陈私下跟我吐槽，他说：“丽姐，我真的没想到他会这样问，我女友平时挺正常的啊，怎么一见我爸妈就变成财产调查员了？”我一听就乐了，跟他说：“小陈啊，这就是大陆和台湾婚恋观念的差异啊，你别急，我慢慢跟你分析。”先说这事儿为啥让小陈全家石化吧。台湾人，尤其是台北这种大城市的人，生活节奏快，房价高得离谱。大家都知道房子是硬通货，但问你家有几套房这种问题，在台湾人眼里太直接了，太没礼貌了。台湾人讲究含蓄，见家长这种场合，通常是聊聊家常，问问近况，顶多夸夸对方家里装潢好看，哪有上来就问财产的啊？这在台湾文化里简直是社交雷区啊！小陈妈妈后来跟我说，她当时心里就嘀咕，这女孩是不是太现实了？我们家条件是不错，但也不是什么豪门啊，她这是要来查户口吗？反过来，大陆这边呢，尤其是近些年，婚恋市场早就被房子、车子、票子绑架了。别说小丽这种直白问法，我见过的还有更狠的呢。有的大陆女孩相亲第一句就是“你有房吗？全款还是贷款？”还有的直接甩出要求，没房免谈，彩礼低于20万也免谈。这在大陆已经见怪不怪了，尤其是一些3、4线城市出来的女孩，家里条件一般，到了大城市就想着通过婚姻一步登天。小丽这句“你家有几套房”，搁在大陆可能也就是个常规操作，甚至还有人觉得她问的挺实在呢。但问题出在哪儿呢？出在台湾和大陆的社会背景和价值观完全不一样啊！台湾社会很发达，不是大陆人想象的那种穷地方。很多人一听台湾就觉得是个小岛，能有啥发展？错啦！台北的 GDP 甩大陆好多城市几条街，医疗、教育、基础设施那都是顶级的。台湾人虽然也看重物质，但他们更在意生活质量和个人价值。比如小陈家2套房在台北已经算中上水平了，但他们平时生活很低调，爸妈退休后还喜欢到处旅游，喝下午茶，压根没把房子当炫耀资本。可大陆这边呢，房子不仅是住的地方，更是身份的象征，没房你就低人一等，这种观念在年轻人里根深蒂固。再说回小丽这句够不够养我啊，这话在台湾人耳朵里简直是晴天霹雳。台湾女生普遍独立，很多人大学毕业就自己赚钱养自己，哪怕结婚了，也很少有男方必须养我的想法。小陈有个表姐，嫁了个普通上班族，2人一起还房贷，日子过得照样甜甜蜜蜜。可大陆这边呢，养我这话虽然听着有点矫情，但在一些女孩嘴里，那就是理所当然的要求。我有个客户，上海本地女孩跟我说过，丽姐，我找对象就是要找个能让我不用上班的，不然我结什么婚啊？你看这观念差得多远啊！小陈后来跟我说，他其实挺喜欢小丽的，人聪明又活泼，但这次见家长彻底把他整懵了。他问我，丽姐，这婚还结吗？我爸妈现在对他印象超差，我夹在中间好尴尬。我拍拍他肩膀说，
小陈啊，这事儿不怪你，也不全怪小丽，关键是你们得好好沟通，把两边的差异摊开来说清楚，不然这婚结下去，后面麻烦更多。说到这儿，我得插一句，台湾和大陆的婚恋差异，不光是物质观念，还有家庭关系的处理方式。台湾人见家长通常是轻松的，父母不会太干涉子女的选择，哪怕不喜欢对方，也顶多私下嘀咕两句。可大陆呢，父母的意见那可是圣旨，尤其涉及到房子、彩礼这些硬指标，没谈拢就容易黄了。我见过太多案例，两个人感情好好的，就因为家长不同意，硬生生分了。小陈家这次虽然没明说，但小丽这句有几套房，估计已经让爸妈心里打了岔。这事儿还没完呢，小丽后来还补了一句，我在上海也想买房，你们能帮忙出首付吗？哎呦喂，这简直是火上浇油啊！小陈爸爸当场就黑脸了，说我们养儿子到这岁数已经够辛苦了，买房这种事还是你们年轻人自己努力吧。这话说得够客气了，但意思很明白，我们不背这锅。小丽一听，脸也垮了，饭都没吃完就找借口走了。这顿饭吃的那叫一个尴尬啊！小陈事后跟我哭诉，丽姐，我女友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我家又不是开银行的，怎么可能帮她买房啊？我叹了口气，说，小陈啊，这就是大陆和台湾的另一个差异了。大陆有些女孩觉得嫁人就是嫁一家子，男方父母帮忙买房天经地义，可台湾人觉得结婚是你们小两口的事，父母能给点祝福就不错了，哪有掏钱买房的道理啊？饭局散了之后，小陈整个人都蔫了，他跟我说，丽姐，我真的好乱啊，我女友这波操作太夸张了，我爸妈现在看她跟看外星人似的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收场。小丽呢，倒是没觉得自己有啥不对，私下还跟小陈抱怨，你爸妈也太小气了吧，我就是随口问问，他们干嘛反应那么大啊？哎呀，我的天，这俩人的脑回路简直不在一个频道上啊！我一听就知道这事儿不简单，背后是两边文化撞了个满怀，得好好分析分析。先说小丽这边吧，她觉得自己没啥问题，其实挺好理解的。大陆这几年婚恋市场早就被物质条件绑得死死的，尤其是房子这玩意儿，简直成了结婚的敲门砖。我干红娘这么多年，见过的案例多了去了。有些女孩相亲第一件事就是问男方有没有房，没房直接 pass， 连喝杯咖啡的机会都不给。小丽这句你家有几套房，在她看来可能就是个试探，想看看小陈家的底子到底有多厚。她后面还问能不能帮忙出首付，这在大陆也不算啥稀奇事儿。现在好多年轻人在大城市买房，首付动辄100万，靠自己攒纳得猴年马月啊。所以不少人结婚时都指望双方父母搭把手，这在大陆已经成了一种潜规则了。我有个客户小张，大陆男生，家里条件一般，他在深圳打拼了5年，好不容易攒了点钱，女方一开口就要他全款买房，还得写他名字，小张直接傻眼了。后来他跟我说，丽姐，我要是能全款买房，还用得着相亲吗？你看这观念多现实啊！小丽估计也是这种思维，她觉得小陈家在台北有2套房，肯定不差钱，帮他出个首付不过分吧？可她没想明白，台湾人压根不吃这一套。台湾这边呢，房子虽然也贵，但大家的心态完全不一样。台北房价高得吓人，一套普通公寓动辄2-3千万新台币，普通家庭能有一套自住房已经很不错了，像小陈家这样有2套的，算是中上水平。可台湾人很少把房子当婚姻的筹码，他们更看重的是生活方式和个人独立。小陈妈妈后来跟我聊过，她说，丽姐，我们当年买房是为了自己住，不是为了给儿子娶媳妇啊。这女孩一上来就问这个，我真的很难接受，这话多实在啊。台湾父母养儿女通常是供到大学毕业之后就靠你自己了，结婚买房这种大事，顶多给点建议，掏钱出力那是想都别想。再说养我这茬，小丽这话在台湾人眼里简直是离谱到家了。台湾女生从小就被教育要自立，我认识好多台北的妹子，大学一毕业就自己租房找工作，谈恋爱结婚也很少指望男方养着。反过来大陆这边，
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虽然在年轻人里淡了点，但还是有不少女孩觉得嫁个好男人就该让自己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。小丽那句够不够养我啊，搁在大陆可能还有人夸她坦率，可在台湾那就是妥妥的扣分项啊。这事儿闹到这儿，小陈夹在中间，真是两头不是人。他爸妈私下跟他说，小陈啊，这女孩太现实了，感觉跟我们家不搭，你再考虑考虑吧。小丽那边呢，又觉得小陈没帮她说话，赌气回了上海，还放话，你要是不能说服你爸妈帮我买房，这婚我就不结了。哎呦喂，这剧情简直比电视剧还狗血啊！小陈找到我，眼泪都快下来了，问丽姐，我到底该怎么办啊？我真的很喜欢他，可我爸妈这关过不去，我也很痛苦。我一听，拍拍他肩膀，说，小陈啊，这婚能不能结，关键看你俩能不能把这文化差异磨合好。你得跟小丽好好谈谈，让她明白台湾这边的规矩，也得让你爸妈知道，她不是坏女孩，就是想法不一样。小陈点点头，说要试试看。结果呢，他回了上海，跟小丽摊牌，把两边的观念差异讲得清清楚楚。小丽一开始还不服气，说，我朋友嫁人，男方家都帮忙买房了，凭什么你家不行？小陈耐着性子解释，我们家不是不行，是根本没这习惯啊。我爸妈觉得买房是我们自己的事，他们已经养我到这岁数，很够意思了。这番话说的小丽有点动摇，但她还是嘴硬，那我总不能嫁过去啥都没有吧？小陈一咬牙说，我可以跟你一起努力，咱们在上海买房，我出一半首付，你出一半，行不行？这条件一出，小丽总算松了口，说，那我再想想吧。这事儿总算有了点转机，但小陈爸妈那边估计还得花时间缓和。说到这儿，我得感慨一句，台湾和大陆的婚恋差异真是方方面面啊。大陆人结婚讲究排场、彩礼、房子、车子，缺一不可，父母恨不得把半辈子积蓄都掏出来。台湾人呢更务实，婚礼简单点没关系，房子自己攒钱买也没啥，父母更多是精神支持。这两种观念撞一块儿，不出点火花才怪呢。最后这婚到底结没结呢？小陈后来告诉我，他跟小丽还在磨合中，房子的事儿暂时搁置了，但感情倒是没散。我笑着跟他说，小陈啊，这就是爱情的考验啊，你俩要是能扛过去，以后啥风浪都不怕了。他苦笑一声说，丽姐，我算是见识到两岸婚恋的差距了，真是长知识啊。小陈跟小丽谈完那次，两人关系算是缓和了点，但气氛还是怪怪的。小丽回了趟老家，湖南一个小县城，她爸妈听说女儿找了个台湾男友，第一反应不是高兴，而是皱眉问，那男的家里有钱吗？有房吗？小丽把台北2套房的事儿一说，他妈眼睛都亮了，说，那不错啊，2套房在台北肯定值不少钱，结了婚你就不用愁了。可小丽一提到小陈家不肯出首付，他爸就拍桌子了，什么？连首付都不帮出，这还结什么婚啊？我们家闺女可不能吃亏。你看这反应多典型啊！大陆这边，尤其是小地方，父母对女婿的要求那叫一个高，恨不得把未来几十年的生活都安排得明明白白。小丽被爸妈这么一说，心里又开始打鼓。她回上海后跟小陈见面，语气里满是试探，我爸妈说了，结婚是大事，男方家不出点力，显得没诚意，你再跟你爸妈说说呗。小陈一听头都大了，说，丽姐，我已经跟我爸妈讲过了，他们觉得买房是我们自己的事，他们不会插手啊。我不是不努力，我愿意跟你一起攒钱，这还不行吗？小丽撇撇嘴说，可我朋友嫁人，男方家都帮忙买房了，我跟你结婚，总不能啥都靠自己吧。这对话一出，两人又僵住了。这时候小陈找到我，眼眶都红了，说，丽姐，我真的很喜欢小丽，可她老拿别人家的标准压我，我压力好大。我爸妈也劝我分手，说这女孩太现实，怕我以后过得辛苦，这婚到底该咋办啊？我一听叹了口气，说，小陈啊，这就是两岸婚恋观的硬伤啊，你俩要是跨不过这坎儿，后面日子只会更难过。我建议你再跟他谈一次，把底线讲清楚，看他能不能接受。小陈点点头，约了小丽在上海外滩边上散步，想把这事儿彻底说开。那天晚上，江风吹得有点凉，
小陈鼓起勇气说，小丽，我真的很想跟你结婚，但我家情况你也知道，我爸妈不会帮我们买房，我现在月薪2万多，愿意跟你一起存钱，5年内凑够首付，这是我能给的承诺。你要是觉得不行，咱们就别互相耽误了。这话说得够坦白了，小丽听了沉默了好久，最后冷冷地说，5年，那我都快30了，我朋友结婚都有房有车，我跟你耗5年，值吗？小陈一听，心都凉了半截，说，那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给不了你想要的，咱们就到这儿吧。这话一出口，小丽愣住了，眼泪唰的就下来了，说，小陈，你就不能再争取一下吗？我也不是非要你家出钱，可我真的怕以后日子过得苦啊。小陈苦笑一声，说，我争取过了，但我不能逼我爸妈，也不能逼自己。你要是觉得苦，咱们早点散了，对谁都好。说完，他转身走了，留小丽一个人在外滩哭得稀里哗啦。这事儿到这儿基本就黄了。小陈后来跟我打电话，声音都哑了，说，丽姐，我还是放手了。我很喜欢他，可我不想一辈子活在他要我变成啥样的压力下。我安慰他，小陈啊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也不是他的错，就是你们想要的生活不一样。放手是对的，勉强结了婚，以后矛盾只会更多。他叹了口气，说，我算是明白了，两岸婚恋观差太多了。我下次还是找个台湾女孩吧，省得再撞南墙。小丽那边呢，听说回了老家，被他妈数落了好几天，说她不懂珍惜，放跑了个有2套房的台湾男友。他妈还托人给她介绍了个本地小老板，家里有房有车，彩礼也给得爽快。小丽虽然不太喜欢那男的，但架不住家里催，最后稀里糊涂订了婚。她后来跟我聊过一次，说，丽姐，我也不知道自己选的对不对，可我真的不想再等了。我听完只能叹气，说，小丽啊，婚姻是你自己的，选了就别后悔，好好过吧。这故事到这儿总算有了个结局。小陈和小丽没走到一起，不是谁对谁错，就是文化差异，这堵墙太高，俩人翻不过去。台湾和大陆的婚恋观真是天差地别啊。台湾人讲究个人奋斗，结婚是2个人的事，父母顶多给点祝福，物质上的支持想都别想。可大陆呢，结婚是2家人的事，房子、彩礼、车子，哪样谈不拢都可能崩盘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案例，有些情侣硬是因为房子散了，有些结了婚还在为钱吵架，真是让人唏嘘啊。再说说台湾社会吧，很多人觉得台湾是个小地方，能有啥发展？错啦，台北的生活水平甩大陆好多城市几条街，医疗、教育、社会福利那都是顶级的。小陈家2套房，在台北已经算小康之家了，可他们从没把这当炫耀的资本，平时生活低调得很。可大陆这边呢，房子不仅是住的地方，更是身份的象征，没房你就矮人一截。这观念在年轻人里根深蒂固。小丽这种想法其实也代表了不少大陆女孩的心声，她们不是坏，只是被环境逼得太现实了。这事儿让我感慨良多啊。干红娘这么多年，我算是看透了，婚姻这东西不光是2个人的事，还是2个家庭、2种文化的碰撞。台湾人含蓄、独立，讲究生活质量，大陆人直白、务实，重视物质保障。这种差异要是调和不好，再深的感情也得凉凉。小陈和小丽的故事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啊。最后说句题外话，小陈后来真听了我的建议，在台北相了个本地女孩，对方是个设计师，性格温柔又独立，两人聊得特别投缘。那女孩跟小陈说，我自己有存款，结婚后咱们一起努力买房就行，不用靠爸妈。小陈听完感动得不行，跟我说，丽姐，这才是我想要的婚姻啊。我一听乐了，说，小陈啊，这回你可算找对人了，祝你幸福啊。至于小丽，她订婚后日子过得还行，小老板对她挺好，房子车子都有了，可她偶尔还是会想起小陈。我问她后悔吗？她苦笑说，有点吧，可人生不就是这样吗？选了就得认。这话说得多无奈啊。这故事到这儿就彻底结束了，大家听完啥感觉啊？是不是觉得婚恋这事儿真是门道多多啊？我干这行这么多年，见过的奇葩事儿还多着呢，下次再跟大家分享别的案例吧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咱们下期见。